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如何实现有效社交。这本书的中文版呢，大约是16万字。我呢，会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实现有效社交的4个法则。先问您几个小问题，请问您每天要发多少条微信，或者要阅读多少封电子邮件，打多少个电话？面对这些海量的社交信息，你又是怎么处理的呢？现代科学技术让我们的人际沟通似乎变得更加便捷。过去觉得困难的跨地域、跨时差交流，现在呢也能随时进行。可与此同时，这些技术也让人与人之间内心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我们发现呢，不少人可以在手机网络上谈笑风生，可一旦到了真实世界，却依然不知道该怎样与他人进行交流。甚至呢，正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不少人的社交恐惧症反而愈加严重和突出了。那么今天为您分享的这本书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作者从大量的真实案例着手，从如何分析沟通对象，如何组织交流语言，如何让别人牢记自己要传达的信息，以及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冲突等几个方面，来为您分析有效社交的要点，从而帮助您快速提高社交技巧。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凯伦伯格，他呢是美国的一位演讲大师和专业发言人。这位作者花了足足30多年的时间去仔细研究有效社交这个问题，先后为很多跨国企业高管、好莱坞明星、大牌作家以及白宫政客等等组织进行了社交培训。他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很多观点被纽约时报、CNN、华尔街日报、福布斯等媒体的反复引用和宣传，那已经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欢迎。好了，以上就是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为您简单介绍完毕呢。那么下面就来为您详细的介绍书中的内容。本书的重点内容有4个，第一个是如何去分析你的沟通对象，这是所有社交活动的第一步和前提条件。第二个是如何有效而科学地组织你的交流语言，这是保证有效社交的基础。第三个是如何让别人对你的交流留下良好印象，这是别人能够记住你的关键。第4个是如何处理在交流中可能出现的冲突。下面咱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如何去分析你的沟通对象。作者认为在沟通中我们经常犯一个错误，就是总会去假设对方跟我们想的一样，并且呢不自觉地基于这种假设去跟对方展开沟通。因此我们总是习惯于自说自话，经常讲的都是自己关心的事儿，而不是对方真正想关心或者想知道的事儿。当大家都有各自利益关注点的时候，相互之间的交流或沟通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基本上是很难成功的。这就是所谓的你说你的，他干他的，结果到了最后呢，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作者提醒我们说，实现有效社交的头号法则就是在开口交流之前，一定要先琢磨透你的沟通对象，弄清楚对方此时的真正需求或者兴趣点，按照这个思路，你的谈话才会事半功倍。那么怎么把你的沟通对象琢磨透彻呢？作者举了个例子，说 Lucy 是一家大型跨国制药公司的高级经理。有一回呢，公司管理层非常急迫地要求他赶紧组建一个特别任务小组。干嘛呢？目标是在下一代新药研制出来之前，努力提升上一代老产品的销售收入。接到上司派来的任务， Lucy 立马从各部门调集了10几名员工，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他认真地向大家伙传达这次任务的目标，并且说时间紧迫，希望每个人都能抽点时间加个班，而且为了避免误会，他还特别说明这次没有任何加班费。Lucy 以前没有和这些人直接共事过，她只是自己认为大家在同一个公司相处了这么久，他们应该都明白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应该会支持自己。结果呢，大家的反应非常消极，甚至有的人不但垂头丧气，还大发牢骚，拂袖而去。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 Lucy 当时讲完话，大家就发现了问题，比如自己手头的任务已经很忙了，老产品的市场寿命也已经不长了，再说了，这么紧急的任务也没有加班费，从各方面来看，这事儿对自己没任何好处，既不会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也没有补偿。总之，大家都理所当然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没必要在这件事上投入大量精力。那么 Lucy 传达的信息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
针对 Lucy 的问题，作者建议她写一张 WIIFM 表格。这个所谓的 WIIFM 是什么意思呢？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关我什么事儿。那么这个表格包含了3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沟通对象的姓名，第二部分是对方遇到了什么障碍，第三部分是什么能够激发他的动力。作者认为呢，这样的一份表格，其作用就是让你在开口之前理清思路，换位思考，清楚勾画出谈话对象的心理需求，从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策略。如果你认真填完，立马就会知道用哪些话可以有效打动对方。结果呢，只花了几分钟， Lucy 就搞明白了症结所在，也找到了动员每一位成员的方法。比如他发现团队的医疗顾问正在全力完成自己的医疗报告，于是他安排这位顾问每周只为新任务投入1小时，这样既能保证任务往前推进，又不要让对方感觉浪费了他太多时间。那么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办法，顺藤摸瓜。在彻底摸清团队成员的各自想法之后，安德里亚重新召开了会议，明确告诉每个人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收益，以及为了照顾他们现有工作做了哪些安排和调整。这次的沟通非常顺利，最终这项任务也就获得了大家的支持。好了，上面说完了如何去分析你的沟通对象，当你分析透彻你的对手之后，接下来就要注意准备组织语言了。关于这个问题呢，作者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小游戏，是这样的：先依次读出10个单词，等他读完后，让对方用半分钟时间迅速写出刚刚听到的单词。结果发现，大多人都只记住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单词，那些记不起来的地方怎么办呢？大家只好自己发挥，脑补了一堆稀奇古怪的词儿来凑数。这个结果说明啊，在这个信息嘈杂的时代，我们传达的语言信息能够被对方吸收理解的非常有限。更严重的是，如果大家没记住或者没有完全理解你说的话，他们就会想当然地创建自己的版本，将你传达的信息扭曲化。因此，使用娴熟的语言，简单准确传达出你的关键信息，在社交活动中显得非常重要。那么，如何科学地组织语言呢？作者为我们总结的方法是核心信息加论据。首先，任何社交谈话都必须要紧紧围绕一个核心信息点来展开。这个所谓的核心信息，就是你最想传递的唯一关键信息，而且千万不能复杂，要用最简单的词汇组成，切中要害。比如，请选择我们的产品，它很耐用而且便宜。再比如，我的表现很出色，我需要加薪等等。如果核心信息不简洁或者不唯一，那么对方可能没有耐心听你讲下去。然后在核心信息周围组织一些论据点，其主要功能是支撑你的核心信息，用来说服对方并督促对方采取行动。这些论据点千万不要太多，如果20分钟左右的谈话或演示，最多不能超过4个。然后注意，论据点一定要有价值，比如你应该思考，为什么这个论据点能够支持我的核心信息？对方要听到什么才会接受我的建议？如果要对方采取行动，我要克服哪些抵制因素等等。作者呢，在书中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作者的朋友珍妮是一位图形设计师，由于孩子太小，因此申请在家办公。珍妮呢，每天会给上司发一封长邮件，汇报自己在家的工作。尽管珍妮把大量时间其实都花在了工作上，但她始终感觉上司并不清楚自己干了什么。逐渐的，上司对她产生了信任动摇，甚至还认为她可能在家里偷懒儿。珍妮为此非常担心和苦恼。作者看了珍妮的邮件之后，立马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珍妮每天的工作汇报非常混乱，缺少核心信息；二是干扰因素太多，邮件里居然还有很多家长里短的废话，比如孩子病了、保姆请假了等等；三是每当上司提出自己疑问的时候，珍妮总会在邮件里进行毫无意义的道歉，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证据解释，而这些道歉在上司看来根本不感兴趣。于是作者建议说，每次邮件交流时，只选择最重要的3点内容，全用事实性信息，停止毫无意义的道歉以及解释，要重点向上司说明自己已经干了什么，而不是还未完成什么。另外，不要在邮件中大谈生活细节，因为上司可能并没在家里工作过，也可能没有一个总要照顾的孩子，2个人无法在生活细节上产生任何共鸣。所以，作者建议珍妮按照新的思路去跟上司交流一次。那么怎么组织这场谈话呢？具体来说，这次谈话的目的就是要表现出珍妮很热爱这份工作，虽然在家办公，但其实非常努力，并且为公司实际做了很多贡献。因此，核心信息可以设定为我能够帮助公司取得发展。
那么论据呢，可梳理出这么几点，比如我已经成功的帮公司把某项目发展成了多个项目，我发现并推送了一些可以帮助公司更好成长的项目，比如什么什么，这些是我可以改进的，这些是我无法做到的，比如什么什么。那么通过这种有效而清晰的语言组织，珍妮与上司之间的这次交流终于取得了令自己满意的结果。好了，上面说完了第2点，如何去有效组织语言内容，下面呢说一说第3点，怎么让别人能够更好地记住你所传达的信息，也就是信息的一些表现形式。作者提出有数据表明，每次谈话后，人们通常只会记住对方的语调、言行举止和给人的感觉，超过 90% 的人都是凭印象做出决定。而你如果表现自己，比如你的手势和其他身体语言，将会占到总体形象的 93%。换句话说，传达信息的方式可能比传达信息的内容更为重要，它将决定大家是否能够记住你的信息并采纳你的建议。因此作者认为重视视觉化，提升个人的表演技能，也是实现有效社交的关键一环。如果不能很好的在大家面前表现自己，你就无法成为真正的沟通高手。为此呢，作者给我们支了几招。首先，在你要进行重要谈话、演示、演讲前，可以提前的为自己进行一些摄像的训练。简单来说，就是找个电脑摄像头，自己先在摄像头前面简单的模拟演习一遍，再回放视频看一下，客观中立的感受一下自己谈话的样子，想想刚刚视频上的自己最吸引你自己的地方，最让你不喜欢的地方是什么。想想你对自己声音和肢体语言的感受，例如声调怎么样，停顿怎么样，手势、目光接触、姿势、面部表情等给你的感觉怎么样等等，然后加以改进。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让你的练习效果达到最大，在沟通或谈话时更加自信。而且作者认为呢，这种对着电脑摄像头的方法比对着镜子要有用得多。其次，进行呼吸训练，照顾好自己的声音。照顾好自己的声音非常重要。有研究表明，浅度呼吸和声带发紧是让人疲倦的2大要素。比如，一个演讲者在台上声嘶力竭，他说话费力，我们听起来也不舒服。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声音呢，作者建议我们首先要在平时注意进行呼吸和声音控制的练习，比如把双拳放在胸部，用力下压，同时大声说啊、哈、嘿等等感叹词，不断重复，这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发声。或者呢，用尽全身力气深吸一口气，慢慢呼出，努力将呼气时间维持在25秒以上，每天重复练习3次，这样可以增加声音的持久性。再比如，用较快的速度从右往左，从后往前的活动下巴。活动下巴的过程中，声带发出声音。一开始先一边活动下巴一边发声，然后呢，慢慢的不活动下巴发声。这样坚持下去，可以帮助你寻找到一种最适合你自己的有感染力的音调。第3个是进行语言重音的驾驭练习，比如请你放心，一定没问题。这句话呢，重音位置不同，整个句子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咱们来练习一下。请你放心，一定没问题，重音放在您上，表明对方才是重点。请您放心，一定没问题，重音放在请上，可以强调一种客气的态度，表示尊重。请你放心，一定没问题，重音放在放心上，强调让你放心，不要想太多。请你放心，一定没问题，重音放在一定上，强调这件事的确定性。请你放心，一定没问题，重音放在没问题上，强调保证事情的结果。你可以看到，同一句话可以有很多种语气表达方式，每一种表达都可以传递出微妙不同的意义。所以呢，交流谈话时一定要注意强调的位置，位置对了，激励作用会更加明显，位置错了，可能会让人误解，甚至起到相反作用。第4个是保持目光接触，与对方建立联系。在交流过程中与你的听众建立信任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保持目光接触。除了单独1对1谈话时要与对方保持目光接触之外，在多个人对话时，你也要注意目光的接触。比如，你可以先注视房间的某一个部分，与其中的某个人保持目光接触，停留一段时间。当慢慢过渡到下一个话题时，将目光转向房间的其他区域，在这个新区域里找一个人，与他保持目光接触，以此类推。那这种方法呢，会让你的交流感觉起来更加自信和真诚，每个人都会感觉你是在与他进行1对1的交流。好了，
说完了上面的沟通形式的技巧，下面是最后一个重点，如何应对交流中可能出现的冲突。作者认为无论事先的准备多么充分，在沟通过程中都可能出现意外，让整个进程陷入混乱。比如电脑突然死机，你无奈只好重启，在慌忙中打开了错误的文件，不小心暴露了公司的商业机密。你正与客户开会，刚讲到关键点，客户就因突发事情立刻离开了等等。在各种情况里，受到攻击、反驳或质疑，往往是最容易导致沟通失败的情况。那么怎么解决沟通中遇到的这些冲突呢？作者建议使用搭桥技术。所谓搭桥就是在你遇到不利的问题时，借势引导话题，并且得出比较积极的结论。在遇到谈话跑题后，通过某种方式把谈话重新引回预定的轨道上去。比如你经常听到有人讲，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本书，如何如何如何。这样呢，谈话的主题就从电影转到了一本书上，这就是搭桥。其实呢，我们经常在使用，只是没有意识到。那具体什么时候使用搭桥技术呢？当有人向你提出问题时，你要思考的重点并不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会把你引到什么方向上去。比如你要考虑这个问题是否会让整个谈话偏离主题，是否会打乱你精心组织的演示方案，是否会引出一些你并不想提到的话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说明你必须马上使用搭桥技术。那具体怎么使用搭桥技术呢？首先，你要让对方感觉你是在回答他的问题，就算你的答案跟他的问题并不直接相关也没关系。然后呢，你必须把话题转移到你本来的谈话上去。作者认为，一般来讲，30秒钟可以完成搭桥，其中前10秒用来回答提问，中间5秒用来搭桥，最后15秒留给你要传递的信息。作者总结了几种可以帮你成功搭桥的方式，比如你可以说，你说的不错，但我要强调的是，除了你刚才说的，我还想补充的是，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相关资料清楚地表明，但更为重要的是，再比如你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公司的一项福利计划，这时有人提出反驳，认为你上一次提的计划就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副作用，还有必要继续听你讲吗？通常来说人一旦遇到反对意见，第一反应首先是保护自己，立刻反驳，不，根本不是这样，场面呢就会紧张起来。其实反驳会让你看起来更脆弱，大家会认为你自己心虚，心里没底。只要你换一种方式，比如使用搭桥，就能轻松化解分歧。你可以说原来的计划确实存在一定问题，但这份新计划实行的结果比上一份好得多，因为如何如何。这样呢，你不仅可以重新把话题转回到你的思路上，还不会让别人感觉受到了挑战。总之，灵活地使用这种搭桥技术，可以让你的沟通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强化你的观点，让沟通进行得更顺利和有效。好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内容就聊差不多了。下面呢，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为您分享的内容。首先，为您说到了有效社交的前提和基础，那就是去分析清楚你的交流对象，千万不能自说自话，只讲自己关心的事儿，而不说对方真正想关心或者想知道的事儿。当大家都有各自利益关注点的时候，相互之间的交流或沟通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基本上是很难成功的。实现有效社交的头号法则就是在开口交流之前，一定要先琢磨透你的沟通对象，弄清对方此时的真正需求或者兴趣点，按照这个思路，你的谈话才会事半功倍。其次，为您说到了实现有效社交的基础，那就是科学合理的组织你的交流内容。在组织交流内容时要把握住一些关键要点，例如任何社交谈话都必须要紧紧围绕一个核心信息点来展开。这个所谓的核心信息呢，一定是你最想传递的唯一关键信息，而且千万不能太复杂，要用最简单的词汇组成，切中要害。在核心信息周围组织一些论据点，其主要功能是支撑你的核心信息，说服对方并督促对方采取行动。这些论据点一定不要太多，如果20分钟左右的谈话或演示，最多不能超过4个。第三，为您说到了如何让别人能够记住你的关键，那就是一定要在交流时给别人留下良好印象，这也是一个交流形式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作者给我们支了几招，比如在你要进行重要谈话、演示、演讲前，可以提前自己进行一些摄像训练。平时注意进行呼吸训练，照顾好自己的声音。平时注意进行语言重音的驾驭练习。谈话时保持目光接触，与对方建立信任感等等。
最后呢，为您说到了在交流中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冲突。作者的建议是可以采用一种比较迂回的搭桥技术，就是在你遇到不利的问题时，借势引导话题，并得出比较积极的结论。这样不仅可以重新把话题转回到你的思路上，还不会让别人感觉受到了挑战。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